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仅以此文写给诚意的李莲花。一、初识李莲花的扮演者程毅。第一次知道程毅的名字，大概是在若干年前追《锦衣之下》的弹幕里，被当时任嘉伦古装吸引的入坑6元1金虾，结果弹幕里说能跟任嘉伦媲美古装的只有程毅了。这么个论断当时没有引起小兔的注意，不过还是顺手查了查这个人的古装扮相，好奇的看看究竟能有多好看。查完几张剧照，长得清秀的一男的，有如其他的好看的男明星，内心一声不服，这也不是特别的好看啊，也不过如此吗？7分。然后就一晃而过，可就是这么巧，这个名字就在小兔的潜意识里存留了，直到看到了李莲花。怎么看到《莲花楼》这部剧，也是一种偶然。就是在今年的某一天夜里，睡前小兔刷视频，刷到了一个视频片段，很惊悚的一堆丧尸般的人，然后大侠出来了李莲花，小宝一顿推测，李莲花就是李香怡，云云。之后的片段大概是这个叫李莲花的人又不认账了，机智的骗小朋友，那种戏谑和智慧拿捏的恰到好处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片段。引起了小兔的注意，在第二天的上午，小兔查了下这部剧的名字，认真的从头开始看起来。也正是这样，第一次深刻认识了程毅。程毅的长相7分，演技绝对9分加。有人说找别的演员演李莲花也会火之类的话，在小兔看来，程毅与李莲花是相互成就的。剧里的李莲花，那种从巅峰到平凡，对江湖世事不再关心的那份淡然，还真不是随便找个演员就能诠释出来的，也不是所谓的戏骨通过演技表达出来的。某种程度上说，程毅的经历与李莲花的生平有些许相似，他不爱玩手机，不爱上网的老干部气质演绎的李莲花，无论是从内在还是从品质都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感谢塑造李莲花的程毅，让我们深刻共情了江湖第一高手，从一路顺风顺水的武林至尊到一介混饭吃的游医，演绎出了见识过顶峰风景后的淡然、辽阔、大格局胸怀。因为喜欢李莲花，进而把这种喜爱衍生到喜欢程毅本人，查了好多的信息和新闻道评价，感觉好像真的如网友的评论，程毅是一个长相7分，演技会给长相加分的。真的是这样，最初小兔并未看过程毅的任何作品时，不会觉得他的古装有多么的好看。他的魅力需要动态的来看，比如他舞剑的那一段，小兔还以为是替身，没想到竟然是本尊，一套动作，花絮里耍的一气呵成，真没想到在这种剧里竟然很多武打的东西很好看，他的动作戏也绝对是很大的一个看点。重新审视之前以为是小鲜肉的程毅，小兔才发现他根本不是以颜值取胜的那种昙花，反而是一名非常值得关注的演员。2. 程毅的过往与如今。因为喜欢李莲花，所以喜欢且关注了程毅，顺带手的把程毅的过往和现状大致搜索了一遍，用时大概是2天的所有空闲时间。哈哈，客观地说，他的莲花让我绝对成为了一个联络人。大致梳理了关于程毅的几条线。一是最初的人设线。最初出道的时候，公司给程毅设计的是硬汉路线，皮肤和头发黑黑的，丑照一堆。有一个角色的造型设计简直太无法形容，就是把刘海剪成了小寸头，比某些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头发还短，但是能看出来五官很好看，只是在那些不好看的造型下，
样子确实很难让人发现和喜欢。20几岁时候的一脸稚嫩，确实不如30岁时候有韵味。通过程毅的活生生案例，不难发现发型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。很难得的是，他的脸型有些变化，就跟一个人20来岁到30、40岁以后脸型的变化，程毅大概是26岁以后多了些韵味和内涵的感觉。小哥属于老来俏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越长越有味道，尤其是留点刘海的古装造型，或者莲花楼里的造型，非常赞。第二条线就是不得不提的艰难线。再搜些更多的新闻，是他过去被人网暴的经历。小兔这种不是特别关注娱乐圈的人也知道那次网暴，依稀记得女主角哭啊哭，男生就在冷冷地处在旁边看着。原来是他。当搜到了这些新闻之后，发现真的是很多时候不要轻易去网上跟风，或者听风就是雨。也很心疼那时的程毅，想来他不喜欢上网，手机欠费等情况，大致跟那段经历有关。现在人手机不离手，他这种竟然能时刻都断网的状态，也确实很难的。还有就是一个点击率很高的视频，程毅扎着小辫子，涂着口红说之前被导演、制片人否定的片段，确实让人有一种很心疼的感觉。在考古他之前的一些综艺，关键词之一，呆萌啊呆萌，李莲花的聪明光环滤镜已裂。能够通过那些采访看出来，他是那种纯真、认真的人，应该很在意照顾别人的感受，也很讲义气的那种。至于娱乐圈里，相信他也是见识过李莲花般的心境，可能苦尽甘来，苦中的他慢慢走向当红。之前跟杨紫合作过，演过一个古装很好看的白头发造型的角色，这个角色引起了关注，有了一些热度。接着前面几年的作品，关注度和质量都属于上乘，开启了红红火火的事业。第三条线是当下的一些花絮，粉丝拍的追踪线。因为前面的演艺之路走得不算顺畅，所以他面对红起来的事业和迷妹们的追捧，才会这样的从容和小心翼翼。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对不对，就是觉得他对待采访、对待粉丝，会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种感觉，这个是小兔的直觉。他很会宠粉丝，拍照会很配合，也很正能量，会鼓励大家好好上班之类的。在这些表面之下，感觉程毅确实是一个有思考的人，他对自己的演艺之路有清楚的认知，对自己的当红也足够清醒。小兔认为，即便未来他继续爆红，红得发紫，也依旧会保持一贯，不会飘，不会傲慢，会很尊重现在粉丝们对他的爱戴。因为莲花的效应，小兔现在在追底线。By the way， 3. 浅谈下为何会喜欢李莲花。这几天对李莲花很沉迷，很心痛，很能理解。小兔很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的形象打动到这种程度了。能够吸引不追星的70、80后，程毅通过莲花楼做到了。其实是正处在中年的这些人，在李莲花身上找到了自己，找到了那个灵魂深处接受自己平凡的共情。当被人挑战、被嘲10年浪费了练功的时间时，李莲花对这位与他惺惺相惜的对手亦是朋友的狄飞升说，这10年来，我忙着照顾好自己。的确，武林大侠这10年来没有练功，而是学着做饭，学着种萝卜，学着忘却武林，感受烟火气，对还照顾了一条狗。这一句照顾好自己的台词，我相信让已经人到中年的小兔以及和小兔的同龄人都会深有感触。从巅峰到平凡，意识到自己喜欢烟花气息的日子，并非英雄落幕，而是生活之本来。之前有一本书叫《厨房里的人类学家》，尽管对作者本人小兔因为某一年的某几件事不是很喜欢，但是对于这本书，却是他写出来了科研工作者的烟火气。
小兔这一代人，小时候是小镇做题家，背负着家长们的期待；有些人还在成年之后，背负起原生家庭的重担。那会传媒力量不像现在，没有人会考虑小兔这代人的喜怒哀乐，没有人会考虑这些小镇做题家内心累不累。你考取了某些还不错的学校，代表着家里的希望。可是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委屈在帝都、魔都，过着飘的生活。所以很喜欢也像李莲花一般，退却江湖，照顾好自己。而类似于考上 top 一般的学霸，李香怡江湖无人不知，一朝败了，见识到世态炎凉。所以李莲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：即便事业追求了顶峰，到头来还是生活最重要。